杀人蜂是非洲蜜蜂与多种欧洲蜜蜂混血而成的杂交新品种，自它出世开始就与沙字结缘。俗话说物以稀为贵，作为蜜中珍品的蜂蜜，早在远古时期就闻名于世。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西班牙壁画上，就描绘着女性从蜂巢中采取蜂蜜的图画，象征着富饶。虽然在万物复苏、百花争鸣的春季，蜂蜜似乎随处可见，但并不是任何一种蜜蜂都能采花酿蜜，也不是任何地方都能让蜜蜂驻足。即使是雨林遍地、物种丰富、具有地球之肺称号的亚马逊雨林地区，也没有蜜蜂。因此，巴西人想要品尝一口风味绝佳的蜂蜜，就不得不依赖进口。于是，求蜜若渴的巴西人就开始琢磨着采用物种引进的方法，来培育一种能够适应热带气候的新型蜜蜂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巴西著名的遗传学家克尔对此十分有兴趣。在1956年，他将从非洲获取的63只野蜂蜂王运送到欧洲，并将跨越大洋后存活下来的48只野蜂蜂王与欧洲蜜蜂进行杂交，意在利用非洲蜂产蜜量高、毒性并不强但攻击性强的优势，培育改良一批具有此优势但又能适应热带气候的新蜜蜂，造福当地。在克尔培育出第一代杂交蜜蜂后，经过自然淘汰，原种蜂王还剩下29只。为了防止存留不多的蜂王离家出走，于是他依据蜂王较大的体型，在蜂箱的出入口处塞进了一个小匣子，只允许负责外出寻找食物的体型较小的工人蜂自由出入，而蜂王则留在蜂箱之中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管理蜂箱的工作人员便有所懈怠，噩梦也由此开始。在1957年的一天，一位养蜂人散步来到了克尔的实验基地，发现蜂箱出入口处的小匣子还未拔出，心想并非蜂王产卵的季节，为什么匣子还有堵住塞子呢？于是自作聪明将塞子拔出，将关在潘多拉里的魔鬼放了出来。在电影《杀人蜂》中，蜂群成群结队大举进攻，袭击村民，占据了展览厅、人类的家园等。他们无孔不入，来去如风，疯狂地进攻着人类，引发了一场可怕的人蜂大战。同样惊悚的场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演了。43岁的比尔发现蜂群在自家屋子附近的一棵大树上筑起了一个蜂巢。起初比尔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但嗡嗡的风声时常作响，引得烦闷的比尔决心斩草除根。于是在穿戴好防护服、做好安全措施后，比尔用杀虫剂迅速喷向蜂巢，可就是这小小的一喷，激怒了蜜蜂们。不一会儿，四面八方的野蜂们集聚而来。比尔见状，迅速跑回了家。只见蜂群们如龙卷风一般盘踞在庭院，四处寻找着攻击目标，随之变换队形向比尔家进攻。在攻击未果后，便转头奔向了200米外的文森特家。之后便传来了凄惨的犬叫声。院子里的2条狗在如雨点般密集的攻击下，瞬间血肉模糊。造成这一惨案的始作俑者，正是当初从克尔实验室出逃的26只蜜蜂。原实验室的29只蜂王成功出逃26只，于是这26只蜂王来到了南美洲，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邻国后迅速蔓延，在80年代抵达墨西哥，最终在90年代初与美国作案。原来的26只蜜蜂是如何壮大，成为人见人怕的杀人蜂大群体呢？其实，这种非洲蜜蜂有着强大的繁殖能力。普通的欧洲蜜蜂一年只繁殖一次，但是非洲蜜蜂全年无休，母蜂马不停蹄，一天产卵2000粒，一年便可以繁殖几十万的新蜂群。除了非凡的繁殖能力，还有超高的迁徙能力。欧洲蜂群会迁徙数公里再开始筑巢，但是非洲蜂群会迁徙近100公里才会停下来。等待雄蜂与蜂王完成生儿育女的工作后，整个蜂群就会分化为2个部分，一部分由原来的蜂王带领驻守攻克的领地，另一部分则重新推选出新的蜂王，离开攻占地去寻找新的殖民地。
遵循自然界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规律。暴雨、旱灾、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出现，都会给生物们带来不小的打击。因此，大多数生物都喜欢挑选一个适宜的环境栖息。但杀人蜂不同，哪里有洞，哪里就是杀人蜂的栖息之地。轮胎、峭壁、人体内、树上，随遇而安，随性自由，颇有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能撬动地球的气势。杀人蜂杀人并不是依靠眼睛来看，而是在受到刺激判断后选择攻击。古巴养蜂专家埃尔南德斯在尼加拉瓜工作时，想要抓取一只杀人蜂进行研究，但由于他身上使用了一种具有特殊香味的除臭剂，正是这种除臭剂刺激了蜂群，于是蜂群应激而起，向他发起了攻击。杀人蜂对于周围的刺激异常敏感，机车的噪音、走路的脚步声，或者是突然而来的光亮，都会惊扰到它。而杀人蜂之所以杀人，一是因为杀人蜂没有倒钩，普通蜜蜂在扎入人体的皮肤后很难拔出，如果拔出这针，蜜蜂的内脏和毒腺会一起被拔出，致使蜜蜂死亡。然而杀人蜂就不一样，杀人蜂的蛰针没有倒钩，可以无限次的发起攻击。二是体内的毒液成分会让人致死。杀人蜂的毒液和普通蜜蜂相比，含毒量相近，但杀人蜂中的蜂毒肽占蜂毒干重的50%，是一种毒性猛烈的心脏毒，具有收缩血管的作用。与此同时，蜂毒的血溶性越强，对心脏的损害也就越大。当机体心脏和肾功能衰竭时，生命体征也就渐渐消失了。三是杀人蜂凶猛的进攻。杀人蜂一旦受到刺激，就会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，这种兴奋的状态可持续长达24小时，比南孚电池还能蓄力。受到惊扰的杀人蜂还会分泌出一种异戊激素酸盐，作为报警信息素，呼唤同伴前来救援。在这期间，他们不会做出任何思考，进行群体自杀式进攻，保证自己领域范围内的绝对安全。在毒素与群体的攻击下，杀人蜂的战斗力大大增强，从26只变15亿只，杀人蜂的数量正在不断增长。本来改良培育的新物种，却在内力与外力的作用下，发展为杀人的蜜蜂。科尔科学家原本的希望落了空，本应该是为人类造福的精灵，却变成了危害生命的恶魔。这不禁让人感叹其强大的生命力，也让人们开始思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来降低损害。人类改造它们也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。无论结果如何，都应该维护好动物与人类的关系，保护好生态的平衡，减少变异物种的攻击，增加人与自然的和谐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